这个我们的 F16不是停飞好几天检查吗？现在有连队长带头，已经完成天安2号的特别检查，所以 F16战斗机飞护飞行的训练，不会大概也是问题了。你飞机放那边怎么办呢？那老共飞机也天天来啊。那另外呢，说已经找到了黑盒子的讯号，那只有30天黄金期，过了30天后，那个讯号就越来越弱，就要赶快把它拿出来啊，赶快找到出港进行测量定位，然后呢，赶快盒子赶快取得了，再不取得，慢慢也找到也没用了哈。那另外呢，顾立雄说，掉到海里面的 F16发现断续续的信号，要再一步确认，看到底是不是啊？那么另外呢，说他的这个电脑说这个本来有说他模组化任务电脑叫 MMC， 说有问题，他们说这个没有问题，但是顾立雄前2天讲了，很奇怪，他说我们现在是升级了，升级以后呢，复核就可以了，那表示没有升级以前复核是有问题的咯。那不过他现在是说，前2天有报修导航系统，所以导航系统就可能会影响到 MMC 这个电脑，然后可能会这个让这个飞行员呢，到时候的这个空间迷向，到底要在哪边跳伞、往上跳、往下跳，搞不清楚所以可能会影响到系统的关联性，可能影响导航所以呢这个问题就很大。那现在问题是说，这个空军啊，现在这个空军参谋长或者空军他们军方到立法院回答，都是像挤牙膏一样，问一点答一点，问一点答他吃定你，反正不懂我内部的事情嘛。那内部可能有人透露一点消息出来给立委问他你问到什么？是前2天有报修这个导航系统，是有这样的，他不可能一次把它讲清楚，所以搞得大家在立法院等于是问一点答一点，问一点答一点，搞成这样子，我觉得真是无聊。就即使讲清楚嘛，到底怎么回事那另外呢，不是说最近子弹需求大吗？顾立雄说，因为一方面我们现在用实弹化来演练，一方面呢，现在1年期的征兵服役期延长了，后备教召也延长了，有3个变化，所以我们子弹消耗比较大。所以以前我们是够还可以外销，现在我们不够要买进来。我们看一下。基地再次传出 F16升空声音，历经动1、动6飞安事件后，空军针对 F16执行天安2号特检，终于在12号恢复飞行训练。超过6人中会是5段以上。由空军第5联队联队长胡中华少将亲自听取简报之后着装，并执行飞行前检查。胡中华也亲自带队同乘，对外展现各项装备性能无虞。不过在立法院，外界持续关心上尉飞官辛博义失联至今。那个黑盒子的定位，那现在是有一些断续的一个信号出来。这个海象这个好的时候出港，然后再做一个确定的这个黑盒子的定位。海军和海巡至今已经派遣62艘4船舰，也出动无人机搜索。第2作战区累计出动1206人次。而立委徐小新也关心机号6拐洞洞的 F16战机整合 GPS 系统的 EGI 曾经故障，是否可能是失事的原因？1月4号的时候，就这架飞机有没有派工 EGI fail 啊？有，调查的方向针对它的故障情况，会影响到导航的部分，我们都是我们侦查的一个重点。好，谢谢你。调查的一个重点。那我相信我很谢谢你很坦诚的在这边讲，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都是一样的。那有问题我们就找出问题，只盼着能尽快找到失事战机，也让原因水落石出。因为这个天安2号的特检已经完成了，那我先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下一般如果说我们飞机出了意外，特别是像这样重大的飞行员还没有找回来意外的话呢，它分为好几级了就是从这个基本的安检开始。那基本安检像这么重大的不会是基本是3天，就可能检定一下你的电脑有没有问题，你的发动机有没有问题，这一款飞机先停飞，不管是 IDF、F16 或者是幻象2000，3天叫基本。第2阶段叫一般安检，这次的天安特检就是一般安检，6到7天。所以你看，从1月6号到现在1月12号，6天过去就要检查完成了。可是，在我过去在空军服役时期的时候，曾经有过更重大的飞行意外的时候，它会有深度安检16天，或者是没有时间表的，就停飞1个月、2个月，我们都先不飞，因为要确定这个飞行员安全嘛，所以先跟大家讲这4级了，基本、一般、深度跟不设时限，但是采取的第2级，所以6天就复飞了。
非常快。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状况也不能够不复飞，没有办法训练，一定要训练，而且常常要起来。如果说海峡中线有问题的话，这个飞机一来的时候，这个在花莲的这个飞机都要起飞还有我们的西岸。第二个，为什么是连队长胡中华带队去飞？就是要告诉大家说，我们连队长带队，所以大家要有信心。可是信心来自于对于每一个环节的完全真实跟社会报告。那因为现在已经是怎么讲，就是网络的世界，或者是说媒体很发达的时候，任何的军官或者是在这个维修室里面的这些士官，他任何一点讯息他都会传出来，立委都会知道，所以你不用等立委问啊，你国防部应该跟大家报告啊。比如说这台飞机它的 AMC 任务电脑有没有报修过，有没有故障过？军方说没有，好，那个在记者会有讲过。可是这位我们的这个辛博义这个飞官，他在过程中他一直往下掉的时候，他的无线电回报是说他的电脑坏掉了。没错。好，那所以这个是事实嘛？好，第二个，那它的导航系统叫 EGI 了哈，它是一个导航系统。导航系统有曾经在这个飞机发生事故前2天报修过，像这些讯息你不用等到立委问，你在那一天的空军记者会的时候就把它全部列起来。这台飞机的飞行时速曾经故障过几次，报修过几次，然后维修过几次，然后就把这个讯息都公布就好了，因为家人要知道真相。家人还在等，我们家还在等他回来嘛，对不对？第二个就是同样，我们在中华民国第一线的飞行员，他一定会有心理压力，你要安他们的心，跟他家属的心，所以你任何讯息都不要有任何隐匿，好不好？我对军方态度的看法是这样。第二个，飞弹刚刚在不是对不起子弹这个事情其实已经讲了10几天了。12月29号马文君委员，那我的看法很简单。身为立法委员，他有被陈情也好，或是他发现问题也好，他提出来的内容，如果国防部或军备局觉得说不正确，你应该要尽速的、耐心的、详实的、诚恳的说明，然后让社会大众知道嘛。那一直到了昨天1月12号，12月29到1月12号中间，当然然后有民进党立委王定宇他会 po 文，他有看法，但他的看法不代表国防部跟军备局嘛。军备局昨天才跟大家讲，就是所谓1颗6块钱的2005年的那个子弹。是美国要我们代工，然后底火材料美国出，所以我们那时候1颗6块是他没有办法完成，因为要10几块的成本，其他成本美国出了，你早点讲啊。第二个，那为什么用那么多？他说，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包含我们役期增长以后，然后变得这个阿兵哥变比较多，而且以前可能没有那么长打靶，现在要实弹，而且还要是这个就是穿甲弹、钢芯弹。那你这些事情跟大家说明清楚，那以后205什么时候可以补上我们的这些子弹数量，我觉得都是可以讨论的。但是一定讯息要非常的正确，而且公开，还要迅速，这一点这样子才不会造成大家在那边讨论一个事情的时候没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陈教育。确实就是6日辛博义上尉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其实国防部也派出了这个将近62艘次的舰艇跟1206次的人，还有16架的无人机去搜寻，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搜寻到。那当然大家一定都会很担心，说第一时间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发生了这样的事件？可是我觉得对国防部或空军的调查来讲，一定要非常的明确如果在第一时间就把一些还没有确认的事实用片段的资讯来公布的话，有可能导致大家的慌张，或者是引起更多不必要的争议。所以我觉得确实应该要详细的调查。而现在导航系统曾经报修这件事情已经被列为是调查的重点，所以这件事情确实可能会是影响整个这个飞航安全的原因。那当然，我们的 F-16的所有的飞官，或是在台湾来讲，我们的飞行的训练的时数非常的长，而且在海上的这个时间也非常的多，夜航的次数也很高，所以整个这个训练的高压的状况跟密集度，其实对于这些飞行员来讲都是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一旦这些设备有一点点的问题，或者是说这期间是没有任何容错的可能性的时候，这些对于飞行员的安全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国防部在这个部分有没有办法能够去协助，或者是在如何去改正，能够让我们的飞行员真的能够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里面去飞行。否则现在这个事故发生，虽然现在又复飞等等，可是对于国人或是对于飞行员来讲，我相信都有很大的压力。那这个压力的来源当然也来自于对岸不断的这样子的一个老台等等，那导致我们这个飞航的时数也不断的在增加。对于所有的飞行员来讲，整个负担跟压力都持续的在升高。其实我觉得这个负担真的非常的大。先休息一下再回来。好，
台湾跟美国关系到底怎样？现在20+N， 韩国、日本早就15%了。不过又说他们要去美国投资啊，什么韩国要去什么1000亿的这个韩华造船厂去帮美国造船等等。那台湾到底谈什么？《纽约时报》说快敲定了，说呢降到跟日本、韩国一样都15%，而且不叠加，没有再把其他关税加上去。但是台积电要再建5座晶圆厂，现在已经有6座了，好像说可能要到12座。台积电再花62亿美金买了土地了，预备再盖。那为什么台积电会被他威胁呢？因为他说台积电没有符合美国的 DEI 的要求，等等其实 DEI 理论上是川普是反对的，对，但是就抓了你这个，反正就抓了你，就反正合约里头有，敲诈里面当时合约有定那在凤凰城 Phoenix 现在的总投资是1650亿美元，其中1000亿是后来2025年去年3月才追加的然后做这个，现在有6座先进晶圆厂，还有1座大型的研发中心，所以现在就7座，如果再加上5座就12座嘛那采取4奈米的制程将来呢会3奈米，甚至呢第3厂会2奈米 A16 制程是比较先进的制程了第4座也采取2奈米跟 A16 的制程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一直讲说将来研发中心在台湾等等你看有没有？这边有一个这一座大型的研发中心，所以到时候研发中心美国也会有的，不是只有你台湾有那另外呢，这个行政院说，现在呢关税从20%调降，而且不叠加，大致有共识。但是台积电是不是要再加盖5座晶圆厂呢？也不回答那郑丽文国民党主席说，台湾很可怜把台积电逼去，而且呢，你政府谈的什么？叫日本、韩国在谈，我们都知道谈什么。就是我们台湾怎么谈不知道，所以呢，完全是任人宰割柯文哲也轰说台湾不是民进党的专利，对不对？那搞了半天，你还是跟日本、韩国一样15%嘛？但是呢，台积电被美国拿去了，我这护国神山啊，这样的都到美国去了那老公真的打你的时候也不在乎了，为什么？反正是原来是要保护台湾的，为了台积电现在也不必了，都在美国了所以呢，柯文哲说会不会变成美积电而且呢，台湾产业会不会被掏空？这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了赖士宝说这个买卖不划算，还要再增5座厂可能还要再外传说要投资4000亿美元呢台积电已经投资1650亿了另外的2000多亿到底是谁出？政府出来，台积电出那刚刚讲美国说台积电违反了当时签约写的 DEI， 就是各种多元等等一堆了性平多元所以你们违反。所以呢，你要加码让你来投资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嘛而且呢，美国会不会再加码美国一直给你这个几年嘛，一直挤不过呢，台积电今天还是涨了所以法人建议呢，后续还可以慢慢布局的那另外呢，川普说现在因为奇怪，本来那个大法官9号。上礼拜5要裁决到底关税有没有违法，可不可以？但是居然没有结论所以显然中间有各种不同的这个争议讨论了。川普说，如果被裁定违法，美国政府要赔偿天价的金额，收来的钱都要还给人家。现在什么美国很多的这个国内的这个零售，就是说那种大型的这种零售商公司也在告人家告美国告川普。所以可能要赔偿将近1000亿美金，他用这个来威胁。他说：“我们赔偿，我们有那么多人赔吗？你大法官小心不要给我乱裁定我们看一下。因为台积电带来许多外籍家庭，首本国际学校提前扩张，提供各种语言课程。台积电为首本带来经济转型和就业成长，但台积电传出再成为关税筹码。纽约时报引述3名知情人士的说法，台美双方接近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对台进口关税将由20%降到15%，交换条件则是台积电承诺在亚利桑那州新建5座新的晶圆厂。对此，行政院经贸办公室回应，台美之间针对相关课题已经有大致共识，目前双方正在商议举行总结会议时程。谈判目标一直都是争取调降对等关税，并且不叠加，以及争取232条款的优惠待遇，目前已经有一定的共识。而在台美进行总结会议之后，双方将会对外宣布协议的主要内容。如果没有叠加的15%，
这当然是我们谈判的一个很大的成功了。这个条件真的让人家会胆战心惊了。认为条件不划算。安凤金。其实到现在还有很多的细节是不清楚的，因为呢，第一个当然我认为我们一定会谈到15%，然后不叠加，这一定是我们的目标。但现在关键点在于，它附带的就是要去投资多少钱，因为你会发现说，川普团队他们对外的谈判基本上是这样，就是你如果没有钱，那你开放市场；你如果有钱，那你就钱要来。就是基本的这个态度，所以呢，日本也好，或者是韩国也好，还有欧洲也好，都是属于外汇存底有钱的国家，所以你们就要拼命的来美国投资，而且美国要的投资其实还是挑三拣四的哦，并不是说你随便什么样子的这个投资我通都要接纳 ，no， 他要的就是先进再先进，其实他们是有挑选的。那如果你这样回头来看的话，其实要台积电的5座厂一点都不让我意外，因为呢，大概在上个月的时候，那时候美国的科技媒体就已经报道，台积电最终要在亚利桑那州盖12座厂。那你现在看起来，这个12座厂其实就是如此。可是盖12座厂有意义吗？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它的上游的这些零组件的供应商，如果都没有去的话，你知道现在就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在那边做完了晶圆之后呢，那大家都知道说，哦，那个辉达也说，我们终于买到了美国生产的这一个先进的晶片。可是你知道，那个先进晶片在美国生产完了之后，空运回来台湾，封装完了之后，在空运的到了美国去，然后变成辉达的晶片，所以其实它的上下游配合的厂商一起过去，其实非常的重要。我算了一下，如果说它前面的6座厂再加上一个研发中心是1650亿美元的话，那你加5座厂其实是不超过1500亿美元。那跟那个他们说额外的那一个3000亿到4000亿美元，我觉得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高度怀疑是他要的绝对不是台积电，而是台积电的上下游供应链，他必须承诺到这程度。这里就对照说啊，萧美琴啊，或者是这个我们的经济部长在对外接受访问的时候，都提到说，我们要帮助美国再次伟大，然后呢，我们要提供的是一整个科学园区的模式，所以他要去的是一整个科学园区，而并不是单纯的一个台积电。这件事情才是值得我们观察的，因为其实真正台湾厉害的，并不是某一家公司很厉害，当然很重要，台积电非常的重要。可是如果只有台积电成不了事，我举一个例子啊，你知道现在台积电啊，在日本熊本的那个厂，现在啊第2座厂已经停摆了，没有说不盖，可是就停摆了。为什么？因为第1座厂前3季亏了83亿。他们觉得这个没办法，因为你的整个配套系统跟台湾的配套系统是不一样的。那结果就是你规模越大，你亏的越多。所以我跟你说，到日本的投资，到德国的投资都会停摆。那些到美国能不能成功，就看你去的是多大的系统。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可能会承诺的地方。台湾呢，经济上面啊，其实是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我们去年对美国的外贸出超已经高达1500亿美元了，这比前一年的将近1000亿美元又增加了50%，所以我们其实是被我刚刚讲了，川普的眼睛很简单，就是他是生意人，他看的就是利益，他拿名单过来。哇，这个国家赚了我几千亿，那个国家赚了我几千亿，台湾赚了我1500亿。我跟你讲，这在全世界排名前5名哦，绝对排名前5名哦。越赚越多，这两人赚特别多。是，那就我们在之前不到1000亿的时候，我们是排名第6，那现在1500亿绝对是排名前5名。那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是一个，就是你谈完了之后的后续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境？川普现在啊，真的是什么都敢，他敢去抓委内瑞拉的总统，他也敢用司法来诉讼联准会的主席，他无所不能，无所不敢。盖房子花太多钱了。对啊，来，吴委员，我想这个我们都很清楚，这个关税这个数字其实不是真正的重点了，真正重点还是要躲在说我们到底拿什么东西去换。就接着刚凤英姐所说的，其实到底换了什么？那我们这一次
台积电这样过去，因为我看到台积电上周它还有一个重大资讯的公布，它好像有一个资讯公布是要花67亿在亚利桑那边买土地。对，当然这个就是我想这是扩厂嘛。那网络上面我还看到有人是说，那个晶圆代工不是只有现在大家听到那样，可能还会盖到8座，然后那个封装会到5座。那等于是说大量的增加。好，那其实这段时间呢，政府也不是没有发现，像譬如说我们的那个国发会主委又出来讲，但是他讲的永远都是那么的云淡风轻。他说这只是一个 copy 一个我们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技术，这个产业到美国。那事实上 copy 的意思就复制嘛。那当你在美国复制出一样东西的时候，那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台湾的订单？我想这一定会嘛，这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 ABC 的这个概念。然后你回过头来看，你大量对美国投资之后，对台湾造成的影响，我觉得大概我自己想到大概主要有3个蛮大的影响。第一个，台积电它的毛利一定会降低嘛，因为在台湾生产，其实他们的毛利是还蛮高的。自从他们到美国去之后，它毛利其实降低不少，受到影响啊。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会发生抢人的大战嘛，因为不是只有台积电，还有美光，还有三星。到时候大家都扩厂的结果就是大量的抢人才，那人才够不够？那人才一定就开始调配嘛。比如说，我们会不会我们在台湾这边的这些高科技的人才，一个一个都被挖到国外去？但是他出去不是只有他出去，他的整个家庭都出去了，还在那边拼命生孩子。那现在差不多300个了。对，他们的生育率好高哦。在台湾不生，到那边去生，生育率非常高。是，那好，那我们的人才被挖过去了，那我们剩下什么？那再来。供应链就会像刚凤英姐讲，它是整个供应链会一起走。上次萧美琴也有讲到，所以今天不是只有台积电过去，而是整个供应链都过去。那供应链也过去，人才也过去，他们家庭也过去了。请问我们剩下什么？那我们现在台湾面临的少子化，我们现在剩下出生率剩下0.87，全世界最低。少子化了，然后人才又都过去了。我请问一下。国发会主委，你跟我说只是 copy 一个东西过去美国，你讲这句话，你对得起我们老百姓吗？你对得起我们子子孙孙吗？这是我很严重的一个疑问。还有一个，即便我们今天谈到15%，而且不叠加，那我们台湾销美国的东西有70%都是美国232条款里面的东西，那这些品项美国随时有可能给你调到25%、30%、50%都有可能啊。因为70%都是232，也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商人并不会因为政府谈到15%，而他就可以稳如泰山，完全都不用再担心。我想他随时都还是要担心，因为他的产品是美国232条款里面的范围，随时他就会被往上那个加上他的关税。最后我要讲一个啦，我们再回过头去思考美国其实从1900年那个老罗斯福一直到现在，他们以前是走理想主义嘛，他就是类似一个那基督教的那个教义推广的那种观念，后来渐渐演变到这几年变干涉主义，然后到最后，现在很多连演都不演了，变成我要你什么东西我就直接干。以前他要做一件事情之前，他还要在想说我要不要给你扣个帽子，譬如说他当年去打伊拉克的时候，他说你有一些致命性的毁灭性的武器，所以我要去处理你。结果我们后来发现那是个幌子。那这次对委内拉，就他连这个都不用了，反正我就是要石油，我就硬干。所以我们要去思考，将来川普政府或美国政府在对应台湾问题的时候，它的逻辑是什么？它是让我们享受到所谓的民主价值、自由价值，还是只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他会选择哪样？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前一阵子不是地震蛮大吗？蛮大的地震嘛。那天晚上新竹附近塞车，为什么呢？台积电的协力厂商都赶去抢修，在 Arizona 有可能这样吗？3天内给你修就不错了，就要再回来。